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8月开播，这部黑马剧沉淀5年，程毅领衔主演，让人等得望眼欲穿。有多久没有尽情地追过一部谍战剧了？虽然在流量为王的时代，都市剧仍然是电视剧市场的最大赢家，但不得不承认，谍战剧也已经开辟了自己的新天地。虽然没有引起巨大轰动，今年的《哈尔滨1944》和《追风者》依然凭借自身的实力和花式成功出圈。此外，这种意料之外的长尾效应确实罕见，能够被如此批评的情况并不多见。在即将播出的剧目中，还有许多备受热议的作品蓄势待发，例如张颂文的《孤舟》，韩东君与张一山共同出演的《守护者们》，以及于和伟的《深海1950》等等。夏季档的收视大战如火如荼，错过了这个上升的数据高峰，真是太可惜了。果然，一部谍战片已经开始有所动作，身前已被列入桃场第3季度的重点排播剧目，预计将于8月上线，与观众见面。该剧导演的选角眼光不得不令人钦佩。5年前开拍，虽然被积压多年，几乎看不到播出的希望，然而让人意外的是，如今男主角已经成为内娱的顶流。看来，谍战大片终于要重磅来袭了。身前将视角投向抗战尾声的长沙，描绘了其即将陷入沦陷的危急境地。潜伏在中国长达15年的日本间谍，终于按捺不住，开始实施早已策划好的战略欺骗计划。这种类型的间谍被称为黑执事，他们是日本的战略特工。男主的父亲云木之由王劲松饰演，得到情报后，开始对黑执事组织展开调查。然而，在调查过程中，云木之不幸遇害，任务也被迫终止。云木之的儿子云鸿深由程毅饰演，在得知父亲遇害后，立即展开对真相的调查。然而，他此时仍不知晓父亲的真实身份。万万没想到，当男主返回家乡长沙时，竟然直接落入了黑执事设下的陷阱。云鸿对此毫无对策，陷入了崩溃与迷茫。幸运的是，父亲生前的好友杨子明由何中华饰演，及时赶来抓住了云鸿深。实际上，这位叔叔也是地下党的一员。在杨子明的协助下，云鸿深成功揭穿了日本鬼子的阴谋，从此2人共同踏上了抗战的征途。此时，男主再次遇见了我方的女特工文叶明。2位有志青年决定联手策划一个局中局，而云鸿深则暂时搁置了家族恩怨。他们深陷棋局，几近命悬一线，成为了棋子。最终，他们总算是破解了敌方的计谋，与死神擦肩而过。他们所完成的任务，直接促成了长沙会战的全面胜利。虽然男主并未直接为父亲复仇，但他从另一个角度为成千上万个破碎的中国家庭带来了希望。从剧情设定来看，身前的风格非常契合电视观众的喜好。尽管没有太多独特之处，但对人物动机和剧情走向的把握非常清晰明了，因此一旦播出，收视率将会非常可观。虽然程毅在流量上似乎与顶流还有一定差距，但凭借他近2年来作品的口碑和热度，早已与其他小生走上了不同的赛道。在与杨紫合作出演《沉香如屑》并取得巨大成功之后，程毅迅速开始了转型之路。尽管底线中不是男主角，但程毅与中生代的对手戏依然毫不逊色，展现出了强大的演技。莲花楼凭借其出色的质量迅速走红，尽管宣传力度不足，但豆瓣上68万观众还是为其打出了 8.5 的高分，真正实现了一次大爆。其他演员频繁参加宣传活动，而程毅似乎对剧集的质量有着特别严格的要求。自从他小有名气以来，他选择播出的作品数量不多，
但每部都追求精益求精。虽然生前是在5年前开机，但这毕竟是程毅首次担任大男主的谍战作品，绝对不会差。程毅当时的青涩，正好与男主云弘初次接触狡诈毒辣的日本卧底、涉世未深的状态相吻合。而且，在还未在大众面前崭露头角之时，他就已经从偶像剧成功转战谍战剧，这充分显示了他长远的眼光和对演艺事业的热爱。自然，缺少优秀的搭档，单靠程毅一人也难以支撑整部剧。导演选中的女主角颖儿确实深受观众喜爱，尽管颖儿的咖位不高，她的演技却广受好评。不论是古代题材还是现代剧，她都能将配角演绎的比主角更出色。同时，作为中生代女演员，她的实力完全可以引领流量明星的表现。她将在剧中饰演女特工文叶明，并与程毅有大量对手戏。我很期待这对 CP 能碰撞出怎样的火花。生前还特别邀请了备受大众喜爱的资深演员参演，令人瞩目。例如国家一级演员王劲松，他在剧中扮演了男主角的父亲云木之，后者因调查黑执事未果而遇害。由于这个角色会在前期退场，这意味着王劲松将在前几集中拥有大量戏份，并且绝对会有令人动容的高光时刻，直击观众的泪点。程毅是否能与王劲松奉献一段令人难忘的对手戏，尚不得而知。此外，何中华、张天阳、张博宇、郭东海等众多实力派演员也倾情加盟。看来，继王一博的《追风者》之后，流量明星的重磅代表作又将迎来一位强劲的新成员。5年的积压并未使这部剧被埋没，反而使男主角成为流量小生中的热门人物。生前的制作方真是好运气。虽然这部作品的拍摄年代距今已久，但对喜爱谍战题材的剧迷和粉丝而言，几乎没有什么影响。如果真能在8月上线，趁着暑期档尾声的余热，还能再冲一波数据，用诚意来保障绝对是明智之选。然而，回顾陶家发布的作品，似乎无一例外都像是用王炸去打对3的效果，甚至延新季也悄无声息的扑街。只盼诚意能带动数据回暖，让久违的粉丝们也能大饱眼福。